到本月中旬，乌军将收到10辆美国 M1 坦克以及配套的贫铀穿甲弹，也就是 M829 系列，击穿俄军坦克的几率更大。之前英国援乌贫铀穿甲弹的时候，普京就坐不住了。M829 系列一来，俄军就更难受了。那么 M1 加 M829A4 到底有多强？大量使用贫铀弹会有什么后果？贫铀弹这东西在乌俄战场上不是什么新鲜物件。根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马雷舍夫坦克厂的相关报告，乌俄在2014年就已经在战场上使用苏联时期的贫铀弹了。只是可能因为这些弹药在几十年的保存中，因为贫铀氧化已经变脆，性能还不如普通的钨锌弹，也没能击穿砒化时或者匕首爆反的 T72B3。乌克兰这边的 T64BM 堡垒也是完好无损，但是美国援助的贫铀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炮一辆 T90 不是说说而已。据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 M1 坦克使用 M829A1 贫铀弹，在3000米的距离上击中一辆 T72 坦克的侧甲，在洞穿 T72 之后，甚至还能击穿另一辆 T72 的侧甲，性能相当强悍。这也能理解，美国研究贫铀弹的时间相当长。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研究贫铀了，在70年代就证明了贫铀弹的亲测装甲优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天上飞的、海里游的，还是地上跑的，美国都为其配备了贫铀弹。A10那门30毫米机炮 GAU8 用的是 PGU14B 贫铀穿甲燃烧弹， M2 和 AV8B 姚式战机上的25毫米机炮用的也是贫铀弹，甚至海军密集阵上的 M61 火神炮都用上了红色弹头的贫铀穿甲弹。这就有一个问题，贫铀弹为什么那么强？ M1 搭配 M829A4 威力如何呢？在同等情况下，贫铀弹的穿甲能力比钨锌弹高出5%到10%左右。不过火力军比较喜欢问为什么，咱们来聊聊具体原因。对于穿甲弹的材料来说，密度越大越好。同样速度的情况下，弹丸命中目标时的接触面积越小越好，而弹丸本身的重量则是越大越好。如此一来，施加在目标上的压强更大，更有利于击穿厚装甲。然后就有人发现，钨是最合适的材料之一。密度、强度以及熔点都是极品。二战的时候，各国的坦克兵就开始使用钨锌穿甲弹了。只是相比较钨锌穿甲弹，贫铀弹的效果更好。其最大的优点就是自锐性。弹丸与装甲的高速碰撞下，大部分材料都会变得像液体一样柔软。就比如钨锌穿甲弹在击中装甲时，弹头尖端就会变成蘑菇状，也就是钝化。但贫铀弹在击中装甲时会产生自锐效应，弹头会变得更尖锐，而且是越钻越尖。原因呢也很简单，官方术语就是绝热剪切断裂。简单来说，就是贫铀弹在穿甲过程中，头部变形的部分会自己脱落，可以使得穿甲弹本身始终保持比较锐利的造型，同时变形部分受到的阻力也不会传递到弹丸剩下的部分上，不至于拖后腿。理论上来说，同样造型、相同重量的穿甲弹，贫铀相比钨增加了100每秒的命中速度优势。其次就是易燃性，后效更强。贫铀弹击穿装甲后会发生自燃，所以其本质上也能称为燃烧弹，只是它燃烧的地点大多都是敌方坦克的成员舱内，这也是贫铀弹污染的来源。其自燃后会产生大量有氧化物，以气体和粉尘形式扩散，会造成放射性污染，这点我们后面再提。需要注意的是，有说法认为贫铀弹的密度大，所以穿身更高，这个其实稍微有点问题。实际上，钨的密度比铀大，只是在制造穿甲弹芯的过程中，钨与铀都要做成合金，钨弹芯需要的其他金属成分比铀大了不少，所以结果就是钨弹芯的密度比铀弹芯要小。不过这个差距并不大，半斤八两。贫铀弹的威力大跟这没什么关系。除此之外，贫铀弹还更便宜一点，无论是加工成本还是材料成本，贫铀都完爆钨合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直研究贫铀弹，威力大而且便宜，谁看了不迷糊呀？贫铀本身就是制造核武器和核燃料时留下来的残渣，属于是废料，零成本。五大流氓里面谁家还没有一大堆贫铀没地方去呢？于是从美苏开始，接下来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开始研制贫铀穿甲弹了，其中又以美国为最。M1 坦克使用的贫铀弹都发展5代了，从 M829、M829A1 一直发展到现在的 M829A4， 威力也是水涨船高。美国陆军目前使用的 M829A4 就是目前全球穿甲能力最强的穿甲弹，
其弹芯长达750毫米，发射速度能达到1550米每秒。再加上贫铀弹自带的绝热剪切效应，能够在2000米的距离上击穿1000毫米厚的军制装甲。而俄军目前装甲的 T90S 防护能力相当于800毫米厚的军制装甲，所以乌军获得 M1 坦克与 M829A4 之后，可以一炮一辆 T90。相比较 M1 与 M829A4， 挑战者2与 L26A1、L27A1 的组合就稍微有点弱了。英国援乌坦克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挑战者2火力较弱的问题，于是呢给乌克兰配备了一套贫铀弹，但具体效果也就那样。英国的贫铀弹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发展晚就算了，坦克炮也不给力。挑战者2用的是英国祖传的120毫米线膛炮，用的还是分装弹，威力更弱。虽然挑战者2也能使用滑动弹带技术，也能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但初速不行，威力一言难尽。最初的 L23A1 穿甲弹穿透地大概是2000米，400毫米出头，勉强能对付一下早期的 T72， 但无法对抗苏联的 T80。于是英国就推出了一个挑战者武器发展计划，简称 CHARM。CHARM 计划的第一期成果就是 L26A1， 威力比 L23A1 高了 25%， 差不多是2000米500毫米的水平。但是这个威力也不太行，不管是打 T80U 还是 T90A 都打不穿。如果是在3000米以上的距离射击，基本上没什么戏。既然不行，那就继续改。于是，在1999年，英国又研发出了一款新型弹药 L27A1。根据厂家的宣传 ，L27A1 的穿身跟美国的 KEW-A1 穿甲弹差不多，也就是外贸版无芯弹，大概是2000米670毫米的水平，但还是不够用。俄罗斯的 T90M 加装爆反之后，一般认为其炮打正面的防护力差不多在700毫米以上。如果想要在3500米甚至是更远距离上击穿 T90M， 穿甲弹在2000米的穿身必须要远超700毫米。很明显 L27A1 稍微有点不够格，不过这不能怪贫铀弹，只能怪英国不给力。英国在21世纪以后就不怎么投资改进坦克了，虽然后来也新开发了一个 L28型穿甲弹，但这是一个无芯弹，用来替换 L23穿甲弹的，威力还赶不上 L27。当然了，俄罗斯这边也有穿甲弹，比如最新的 3BM59 贫铀版的真空穿甲弹，据称能达到810毫米的穿身。从穿身与装甲厚度角度来说，无论是 T90M 还是 M1 都有可能被 M829A4 与 3BM59 击穿。至于挑战者2与 L27A1 就只是凑一个人数。这也没办法，英国20年没开发出新型穿甲弹，1999年的炮弹对付不了21世纪的坦克，很正常。不过火力军要说的是，就算是 M1 加 M829A4 的组合很猛，可以一炮击穿 T90M， 对乌俄战局也没什么影响。而且这边建议最好不用。现在坦克炮的技术已经很多年没有新突破了，穿甲弹也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没有一种新型的穿甲弹能保证远距离击穿对手的装甲，即使是 M829A4 都不太行，都必须是在近距离才能用。这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近距离坦克大战？标枪不香吗？无人机不好玩吗？在乌俄战场，最有效的反坦克手段就是便携式导弹与无人机。装甲再厚，能扛我一发标枪吗？穿甲弹强，打不到坦克也没什么用。而且现在的战场也不是坦克对射了，穿甲弹的作用其实很有限，火炮才是最优选。就比如乌军当前在扎波罗热的反攻，距离托克马克还有10几公里，坦克加穿甲弹没什么作用，只能在攻坚时取得一点点优势，无法左右战局。其次就是贫铀弹的污染问题，贫铀弹在没有发射的情况下，只要保存得当，对于坦克成员的辐射值是很小的。只要不是天天不穿衣服，睡在贫铀弹身上，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贫铀当中 U238 的含量很低，所以它的衰变辐射量不大。但是贫铀弹发射后，污染就控制不住了。毕竟贫铀是核废料，贫铀弹在发射后，弹芯碎裂燃烧，然后放射性微粒进入当地的空气、水源，然后随着呼吸和饮食进入人体，就会形成内辐射。对于参战的士兵来说，问题并不算很大。坦克上有3防系统，成员可以佩戴防毒面具，也不会在战场上停留太久。而且坦克和装甲车辆上也有盖革计数器可以报警，一旦触发报警，那么成员还可以马上进行洗消，将遭受的放射性污染降到最低的程度。不过发射完就跑属于理想状态，打扫战场或者是后续推进的兵力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是不在战场核心地带的士兵，也有几率因为污染扩散患上血液病。2001年的时候，北约秘书长就下令调查北约战机在巴尔干地区投放贫铀弹的详细报告。
在短短几年内，意大利已经连续有8名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患白血病和癌症死亡，另有30名疑似得癌症。西班牙有11人患癌症，5人死亡；比利时有5人患癌症死亡。希腊、匈牙利、法国也有多名士兵患癌症或白血病死亡。如果乌俄双方都开始使用贫铀弹，战场上的士兵就更无法幸免。至于居民，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美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贫铀弹。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拥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使用100多架 A10对伊拉克军队展开了疯狂打击，累计发射了78.3万枚30毫米贫铀弹，并摧毁了2000辆以上的伊拉克装甲车辆。每一发炮弹含有275克贫铀弹芯，大约折合259吨贫铀。美国共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投掷了大约50万枚贫铀弹，其中1/2发生了爆炸。1999年8月，英国的生物家罗杰·科格希尔推算出，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这50万枚贫铀弹造成的核污染，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3%。不过，巴格达的贫铀弹污染还没发展到让当地出生率直接清零的程度，相关的影响在几年后就消失了。但那些美军和伊拉克军队爆发过激烈坦克战的地区，当地的村子几乎没有新生儿出生。对于乌克兰而言，使用贫铀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战后怎么办？乌克兰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雷区，据说排雷需要排几百年。如果有贫铀污染的话，这个时间还要无限延长。同时，乌克兰还是欧洲的粮仓，黑土地被污染，危害更大。总的来说，贫铀弹确实比普通钨芯弹更强，但当前的乌俄战场不依靠坦克炮，远程精确火炮与无人机才是重点。所以火力军的看法是，贫铀弹这种带来污染的武器，能不用就不用。对此，各位的看法是什么？可以在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